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亮。本节目由潘婷胜肽泡蛋洗护冠名播出，启富 HMO 全球前沿 HMO 科技衔接母源自护理。本节目由启富 HMO 赞助播出。浪漫自有归途，天猫陪你奔赴。本节目由你的心动好物推荐官天猫赞助播出。海岛中选，你是否已经有唯一清晰的心动答案？哇，好帅啊！这个没有1秒犹豫，没有1秒犹豫。哇！所以此刻他们就是正式的情侣关系了。最好的祝福给你们，避开他。心动没有发生。我在小屋的故事讲到这里，该到一个结束的节点。哎呦，哎呀，没有心动到。半熟小屋即将解锁新的篇章，要进入现实了。只有终极选择的嘉宾能看到对方的人生档案。我按下了选择键，选择了周幼玲。就是觉得我还是可以继续深入接触的人。Hello， 拿到了你的册子，我们去聊一下吧。那走吧。去哪里聊呢？宠物房吧。哎呦，其实你有偷瞄吗？我看完了。你已经看完了？我是看完以后。你来找我。哎，你偷了个玩具过来。你真效率。但我觉得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好像基本上你也都跟我说的差不多了，好像跟我了解的基本是一样的。这是几岁？30岁，生日，就上个月。这在哪里啊？是在朋友的刚搬的新家。服装设计，支教。中美交换，这个没听说。中美交换生是广州市和美国的蒙特利尔市签友好城市条约，然后就是从每个城市派出学生代表，然后那个暑期我还做了支教，就是去山区。是毫无保留的跟我很全方面的介绍了他自己。我是单亲家庭。哦，他是单亲家庭。那你是跟你爸爸还是妈妈？妈妈。我爸爸在我16岁的时候离开了，去世了。哦 ，Oh my god！他在乡村支教的时候，突然间查出来肺癌。这个事情对我当时的打击是挺大的。哎呀，看不得这个，好难受。要不要来一张？周总好贴心呀。所以我近几年开始就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去做一些公益也好，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治愈一下自己。很奇怪，我觉得这些话可能我对别人不太会说，但是对你还说的蛮轻松的，解开防备了。那是肯定是看人的。就其实我还是有脑子的，可是我比较想要自己没有脑子的时候，没有脑子就没有烦恼，就不会想太多。意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变幼稚是吗？对啊，就是感觉自己是考拉，就是混吃等死，吃饱睡，睡饱吃，傻傻的，挺好的。把你带傻了。所以他说他想在幼玲面前做小孩。对。你干嘛用那种看小狗的眼神看着我？需要这种放松的时候。走吧。你说如果现在把你推下去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那我把你扔下去吧。好可爱。经过今天晚上聊天，我觉得这个确实对丹琪多了解了一些，在心中的形象，有变更立体一些。丹琪确实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丹琪真是不错。日常以外卖、外出就餐为主。你笑在哪里？没有自己的空间，最好一人住一个房间是吧？2个房间，想见的时候见，不想见的时候不见。可以协调，各自在各自的房间，这是可以协调的。确实也有道理，也挺好的。想腻的时候腻一下。没有什么隐藏章节。你想知道什么隐藏章节，我来告诉你就好了。我觉得我已经了如指掌。这么快了如指掌？那你不是说还没有看过其他的挺全的人格画像吗？这就了如指掌。人格画像也基本上看懂了4、5、6个了。那你很厉害。为什么好像我不能看你的？哦，问了，他问他为什么不能看你的？是有人看了你的？没有。那就是你的还没能被看。对。没有看到他的人生档案，我觉得有可能他没有按灯。那我觉得他肯定有一些自己的顾虑或者想法，但是我做出了我的选择，我就觉得这样蛮好的。丹琪真的很勇敢，潇洒 girl。因为我在海岛那天也没有拍灯嘛。虽然我知道丹琪的心意，就对我来说吧，可能还是一个接触的过程。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再明确一下自己的心意吧。哦，哎，按了。接下来的旅程即将迎来现实的考验，你是否已经有唯一清晰的心动答案，并愿意以毫无保留、不带疑虑、100%专注的态度，只向这唯一选定的人深入了解？如果已经确定，请按下按钮。手卡上面写着：如果你愿意继续接触下去的话，就请按下这个灯。那如果单纯只思考面前的这个问题的话，我是愿意想要和他继续接触下去的。这几天他对我的照顾，还有关心我。慢一点，小心。你药给我再涂一下，撕掉。我们要重新涂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我是觉得他在和我沟通中情绪其实挺稳定的。就哪怕我那样子拖着你，你都没有情绪啊。因为我能理解。那我为什么每次选你，是因为你在我这儿永远都是排第1名。你是我第1位，好加分。
他认真专注的样子很吸引我，无论是他吹小号还是他做饭的时候。没事，他有点硬。我是觉得哇，这个男生挺有魅力的。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按下灯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坦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彼此、了解对方，也意味着我需要告诉他我的一些事情。我还没有想清楚在什么阶段可以和他说这件事儿，有点顾虑，好难哦。我就不确定能不能接受我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我们俩之间就暂停在这里了。但是，我只对向另外一个人感兴趣。我想要给彼此留一个机会。我可以去看轩轩的一些个人经历，我觉得挺好的。我在恋爱方面的习惯就是我需要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去不停地接触对方，然后了解对方。他现在开始有点小慌。你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会有犹豫和害怕的点吗？我曾经的过去他还不知道。我的过去是指我离过婚，我还有一个小孩。所以他不知道吗？对 ，Oh my， 男生是不知道的，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挺大。心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排斥，这就是我曾经走过的路。我好紧张啊！你会担心把你的过去告诉他，对方会产生退缩吗？那我就到此为止啊。说什么？我好紧张哦。我能进去吗？可以啊。聊一下，快聊一下。他的经历我已经知道的。看的时候，我再去想，我待会儿要上去该怎么去跟他聊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轩轩的情绪，所以我再去想，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去聊这些事儿。他还是很为轩轩考虑的。对，他很为他考虑。对。我觉得需要你先说吧，你说完我才能去说我的一些想法。我就想告诉你我真实的情况啊，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早晚都会说的呀。但是你为什么突然告诉我了呢？因为我觉得之前是
我都不确定你对我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哎，我觉得我也没必要说，就是啊无所谓啊 ，OK 啊什么的，很假。首先这个很坦诚。就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谈过，有过离婚，有过孩子的这种感情，所以我刚看到的时候，我其实是稍微那几秒有点错乱。他也在保护自己。对对对，轩轩也在保护自己。对，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觉得我要是说，啊，没关系，我不在乎，你信吗？我觉得你应该不会信的吧。这有什么好信不信的？就是所以嘛，我只是需要，我想跟你说我真实的想法嘛。那我觉得换作是，可能大部分人我都会稍微恍惚一下。他的确是现在恍惚了。他之前措辞都不会这么的。以前很直接的。你没有什么问题吗？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什么说想问你的。你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就是关于你的，都不想知道。就你这本里边的东西，你都不想知道。就是我的过去，我的以前的事情，你通通都不想知道。轩轩又进入到那种攻击的。对，我就想刺猬了。我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在乎这个东西。你一方面说不在乎，但是你一方面又说你看到了我的过去。我肯定会恍惚一下呀。所以那还是在乎的嘛，对不对？又开始反话了。就是我不是特别在乎你过去的，就是你所经历的这些什么婚姻也好啊之类的。那你在想什么呢？这两个人这个氛围，他不想好奇，不想知道的。我突然一下在想，哦，我这个灯是不是按的有点早了？不是，他不是。不要这样想，他开始否定了。你有读过我的册子吗？你还没读呢。你按了那个灯吗？我没有按那个灯。只有按了灯的人才能看到。哦，他没有按灯啊。这个对轩轩可能是一个双重的一个打。我按了你没按，他一定很 care。完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太草率了，我需要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去不停地接触对方。我不按灯不代表我选择不去接触了。我没有办法就是简单的几天接触我就可以进入到恋爱阶段，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太早。 OK， 轩轩不能容忍这件事情，完蛋了。可能他认为我们可以开始去尝试以恋爱的角度去接触，但我还是会觉得我没有完全去了解这个人，而且我翻开轩轩一些比较详细的工作信息，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没有那么现实的人，就是我是一个有点。 就是可能都甚至有点不切实际了，你不会觉得你在跟一个小孩接触吗？啊，我在跟一个小孩接触。有可能和你相比，有时候我的一些行为，我的一些话语和我的一些想法，会对你来说不小孩吗？他也没有自信了。我有表现出这种反应吗？不是，有很多人会这样认为啊。但我有这样吗？好像还好。 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像，他们两个都会突然进入一种刺猬模式。对。可能我读完你的册子，我会觉得，哦，原来你经历了好多。我那个贼逗，他那个，我觉得我说出来你都得笑。每个人都要写这个东西。他问我你的固定资产是多少，我就在那儿算。我想完我就笑，你知道吗？1200。 哎呀，就是他问我固定收入，我就在那儿算啊，后来我多算了，算少了，啊，比1200反正多好几千。然后他说你每个月就按这么点，我说啊，这是固定的，因为问题是我这个行业它不固定的太多了呀。有可能和你相比，有时候我的一些想法，就是你会就可能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也好，或者。 对我来说，工作、资产那些并不是一个必需品。这个人要好相处，有好的品质，有我喜欢的性格，这个对于我来说是现实。
他可能觉得轩轩收入非常稳定，又非常多，非常高，太有成就。他觉得这个经济差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一开始觉得说我们只是性格同频，现在会觉得说是我们人生不太同频。对。所以所有这种不是平衡的这种进展吧，就是我会觉得不可能，到最后一定崩。哦，我能懂那个轩轩的不文涛的那个想法。就是你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你和我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是这意思是吗？我觉得是你说的对，可能我们观念不一样。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和你是一个世界的人？不知道。他没有准备好让任何人走进他的世界。你可以直说呀，包括比如说，如果你介意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直说呀。你可以说哦，我没有想过你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接受不了，觉得不合适或者怎么样，你可以直说的呀。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所以我需要消化一下，我得先把自己捋顺了再想。我知道我说出来这句话会让你失望，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不想说我不在乎这些，我觉得会在乎还是会在乎。我觉得既然我敢说出来，证明我至少说的是实话。OK。你早点休息吧。这个好可惜哦。你早点休息吧，我走了。拜拜。每个人现实的方式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我只是觉得想法不同而已。但是有孩子这件事对于我来说，会有一些难度。假如说我们继续相处下去，甚至说在一起，我一定会多少对这个孩子会有一些责任感的。我不知道我能否承担这样的责任，我需要时间去消化，我要让自己去想明白。成年人的恋爱啊，其实说的非常没错，因为有小孩这件事情，就像姐你说的，你也得爱我的小孩。对，而且我能确定我能爱你的小孩吗？我不确定。对啊，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大压。怎么了？你还会画画呢？好看。谢谢。那一天他在旁边刷手机，我就在那画画。落日就是那天我们冲浪的那个落日嘛。帅了！但我没有画船，把船画上去太明显了。我本身就很喜欢落日啊。然后在乡上有他在，就很美，那个画面真美好。我给你收起来。谢谢你。你要放哪？我给你整。谢谢。这个画他帮我背回上海了以后，我在这个画的背后写了很多东西。我不想给你任何的负担。我只是当下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拍了一个灯。我不想要去隐瞒什么，我只想让你了解，这是我的过去，这是我来时的路。但我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去接受，我不需要当下就知道一个答案，知道一个结果。我当下只想告诉你。那一天我们冲浪很开心，然后虽然发生了意外，你在照顾我的那一刻，我也很开心。我真实的感受到了你在照顾我，在关心我。你和你妈妈的那段关系，我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我觉得这样就很，就是这样就很美好。他在思考他和我的差距，我就觉得如果对方想要保持距离，我一定留足够的空间，不需要让他知道我写过这些东西了。我很欣赏跟很对这个人很有好感，
我只想对这个人留一个机会，所以我拍了，但不代表我一定要和这个人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到下一个阶段。他也是想保护自己，就是这种我觉得还是很失落吧。我拍了，你没拍。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对我的关心。喝了咖啡。我也不想要去push你去接受我是什么样的。哎呀，有点心疼他了。如果他不想要去进一步的话，有些东西可以停留在这个美好的画面就可以了。难吗？这就是半熟的爱情。心动就是要经过现实的考验。哇，那撕那下心碎了，天哪！哎，他不是撕一下，他是撕个透彻。他心里也很碎。对，当遇到小朋友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犹豫或者是颠覆你之前的选择，也是非常正常和 OK 的。但是在不知道这件事情之前，只是明确对这个人的心意，那他没按灯这件事情，那我理解不了了，我真的是。对啊，我觉得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他没按灯，是因为他觉得他和轩轩之间有差距。他刚刚说你是不是把我当小孩，他自己还是觉得这个收入或者人生状态他们很不一样。我的感觉就是，并不是不喜欢，而是就是说对你的整个人生负责任。对，他对感情认真的时候，可能反而对这个的顾虑就会急速上升。就是因为他太慎重了。你们觉得，如果双方他们的经济非常悬殊，构不构成是这个感情当中决定性的阻碍？不能是决定性，但是也是一个成因。我不在乎差距，我觉得只要三观对于钱的三观是合的就好。对。志胜觉得呢？这挺好的呀，经济差距大，不也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吗？如果两个人都很差的话，一个也不太好吧？你这个思路好清奇。因为我一直认为爱解决的是情绪问题，就是你这件事情它带给你很多烦恼，但因为你有爱，所以说这个烦恼可能让你没那么烦恼。赞同，我是不太在乎经济差距这个事情的，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既要求对方他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他又很帅，又能够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他只要满足我最核心的那个诉求就好了。真有啊，志胜哥，是不止3家啊，不止3家，你是6边形战士。刚刚在剧情讨论当中呢，这个人生档案其实包括了几个因素，我们归了几个大类，就是原生家庭。情感经历、经济条件和未来规划这几个要素当中，如果是你们选择，你们会最看重哪一个？我最看重未来规划，一模一样。谈恋爱它就是个艺术品嘛，它漂亮就好，开心就好。可是我觉得未来规划它就是做装修，那就是我的未来蓝图，是一个执行的艺术。它又要漂亮又要舒适，它是有办法去实践的爱情。就是我们要结婚，我们要怎么样的孩子，我觉得这个蓝图要一样。对，得有奔头嘛，你谈恋爱也得有个奔头。我跟你谈恋爱就是为了说，因为有了你之后，咱们都变得越来越好。对，我会比较想要选择原生家庭，就不是说他原生家庭条件的好坏，而是说，我觉得一个人的底色是靠他的原生家庭和他成长经历去塑造的。他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才有一个就是正直、善良、温暖的底色。才能保证，就是我在这个关系中，我不会被对方伤害。对，我觉得可能每一段关系当中，他们要确认的人生档案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是互拍灯，他们都会面对到的属于他们的一个人生档案，就是异地的这个问题。林李正他其实给了一个不错的解答，如果是你们呢？你待在原地，我来找你。哎呦，你可怎么来？哎呦，你是不是去的时候要给他买点橘子呀？如果我要是结婚当父亲的话，我会专心享受我当父亲当老公这个职位，所以我不会去频繁的去出差去工作。所以我就说看家庭底色，如果这个人真诚善良，也是我决定是能够一处共赴未来的话，我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当然。我之前的感情经历当中有过这种异地恋，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异地恋中间的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这个东西其实建立在，就是你双方有没有这个意愿去主动的报备，双方都要互相有很主动的报备和为对方考虑和指导惊喜的意愿。对，
其实以前异地恋是比较能够持续的，因为以前婚姻也好，这种主要的功能它是经济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你会发现这2件事情异地是可以完成的。就像在给阿嬷的情书里，他那个情书其实叫侨批，一方面是给钱，同时他承担责任，然后再给一些情绪。可是今天我们的婚姻最主要是情感共同体，对，在情感里面，身体在场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异地恋要能够持续下去，他就必须保持互相一直很想见到对方的这种想法。如果你的频率拉得很开，一直见不了面，那么你的情感共同体要碎掉的可能性就很大。对。哦，狗狗。哎，套蓝色狗不正中你下怀吗？狗都是蓝色的。知道我今天要来。对，这样子试一下。中啦！真中了这个蓝色小狗！太强了，实力。好开心，好开心！再试试，再试试。我看到蓝色小狗，我就想起我们之前一起出去玩的那个时候，我就一下就哭出来了。柳柳，他在上厕所哦。我这个放在他门口。好好，给他吃。给错了。安琪，哎，我在。啊，你不是说要吃这个吗？那个鸡肉的。哦哦，是哪一个？这个。哦，是这个。嗯，好好好，去吧去吧。对。轩轩宝，哎，进来，这个丹琪买的。吃的是吧？对，我就问他拿了一包。是什么东西？哦，饼啊。好的，我等会儿就吃。你咋的？今天晚上小南就没有在你现在？我轩轩真是一个好温柔的大姐姐。你不要多想，我知道，我好久没跟你。对，我们好久没聊天了。你坐一下，我给你拿纸巾。坐一下。哎呀，今摔到腿的那天，前天男朋友你吵架了。其实我俩刚刚到海南的那一天，他那天晚上就跟我商量，他说你就不能说你只想了解我嘛。然后我当时就沉默，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想法到底是什么？我说我觉得我现在对我们的关系有退缩和犹豫，我就直接说出来了。然后我说我感觉我们沟通老是错位啊，我不知道是我表达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听懂了也不太能理解。我那时候就感觉阻力很大。我给不了你很好的建议，但是我内心的想法，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听到我自己的想法理清。如果说我还有纠结的话，那你就不会懂，就是有一些遗憾吧。比如说，你们俩自己都会说很顺了，好像跟你们缘分，你不要也不出去，不要给自己留遗憾。轩轩总是安慰他，就是很大姐姐。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之前在海南那次就有把一些话讲开，但其实最后还是不欢而散的。有我遗留的一些没解决的问题，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局面。但是我会希望有机会去说清楚，要讲清楚。对，因为他们前面确实是没有说清楚的。Hello， 周董来了，在干嘛？吃东西。你明天要上班吗？我不要。那你明天有事儿吗？没有啊。明天出去不？哎呀！哦，我听到了什么？
你突然这样看着我。明天出去玩，完成一个遗憾，我的遗憾，赏个面子。这个好犹豫啊。今晚柳柳约我出去的时候挺诧异的，就是感觉有一种好像跟他已经断开了，然后不然怎么又约我出去了？去吗？我觉得周总会想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对对对。而且他也没办法否认他真的还喜欢他这个事实。就我的出发点是，一个是我2次邀约，然后都没成功嘛，那我觉得我肯定是有遗憾的。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轻松一点，就是你不用有负担什么的，我们就当去玩一下。然后这个是我在海南的时候想去的地方。好尴尬。我当时是硬着头皮去跟他这次邀约的，因为我会觉得可能我们之前在海南那次最后还是不欢而散的，而且最近看到他和丹琪会互动的比较多，那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整理好心意的，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个邀约对他来说是不是一种打扰。Hello， 你们在干啥呢？去吗？想去吗？又开会。你要是不想去，你就偷偷跟我说。我的大哥。我去刚才是我，就是版型取样，饥饿营销这个，大家就图个新鲜。二呢，你要真的没法造，还是不禁造。那个。出去。我出去。谁？你要带上弟弟吗？带着吧，让他自己遛自己。行。然后，就我们昨天晚上，在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就去轩轩房间里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的困扰，因为那会儿我就是看到 Story 走了，我就很难过，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我是那个想走的人吧，我都会以为在海南那天的选择，就还没有做选择之前，我都会以为是说要继续还是停止，那我觉得可能。我们之间故事也完结了。从我这的角度，完全是因为我觉得你不是选我一个人。你看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你选了我一个人，那么我就 OK 的。我觉得我有退缩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是我。在海南的时候也很焦躁不安吧，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聊到那么晚，但好像我们对彼此的那个需求好像都没有满足，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们俩不合适呀？是不是我们俩就是频率对不上什么的？我想先表态说，就是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我都。能理解，然后我也很感谢你今天愿意跟我说这些。我不怕说被你拒绝，或者是说被你多想，然后我觉得我都应该来跟你说，我们就正式出去一次。齐慧。哎 ，Hello， 你在干嘛？我在房间。哦，怎么了？没什么。你明天干嘛？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我现在跟你说话有点紧张呢？怎么感觉怎么会这个样子？假装拿电话，其实耳朵竖着呢。咱们要不下去聊？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好。哎呦，他还偷看。我平常不这个样子。哦，对哦，这边还有很 emo 的人。对哦，还没有解决。很有门路哎，真的是好难呐，怎么那么难？
我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个事儿。哎呦，他自己消化了。我现在犹豫，我要让自己去想明白，我是否可以尝试继续接触下去。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你也整理好心意的话，我是不应该再来打扰你。就算我的想法是完成这个遗憾，我们把话说清楚，然后可能也能让你心里舒服一点。但是我还是很纠结。但我想说，我还是就约你吧。我很好奇周总会怎么选。把之前没有说开的话，或者是说之前一些不敢，我是说我自己不敢说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能够轻松一点说出来，我觉得会让我的心里少一些遗憾吧。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少一些遗憾，所以我觉得我就跟你说我的想法。如果只是完成遗憾的话，我觉得节目录完我们也可以出去玩。Oh my god， 这是在拒绝吗？他想听他说，他不是为了只是遗憾。但我还是尊重你的选择啦。就如果你说你明天不想出去，我也完全能够接受。我又没有说，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一直说我明天不想出去？你看，端一下，笑了。他说我又没有说撒娇呢。我还是希望明天并不是完成遗憾。对，他想要留这时候给他一点信号。对，就是我是真的，我是喜欢你才想跟你约会。如果你现在是说，就是喜欢我，然后想跟我出去，和你就是为了弥补遗憾，我们就随便出去一下。不是随便出去，不可能是随便出去的。这个肯定是我刚刚有跟你讲说，我想约你去的地方以及我想做的事情，我刚刚都是有跟你说的。那你现在对李正是什么态度？你看，还在要那个答案。没什么态度。就是完全没有吗？还是？完全没有啊。他要到他的答案了。就是我一直搞不清楚你的想法和你的态度。其实如果你的想法和态度很明确的话，我也很明确。你懂吗？我懂。明天下雨吗？不下，我看过天气了。是吗？明天不下雨。真的，明天不下雨。明天几点了？差不多1点出发，1点或者更早，因为那个村子里有其他好玩的。周幽灵就是喜欢这样，他满足了，一开始期待了。怎么了？没什么，就是很波折。我也觉得。我这两天和我朋友说，我的命运怎么那么多舛？你今天回公司，他们有问你吗？我朋友会说你来这个节目有没有收获，就是有没有吸引男嘉宾，就是会问这种。然后你怎么跟你公司人说的？我说有啊。哎呀！周幽灵开心的哟。之前跟他的交流过程中，我觉得一直种种机缘错过没有约会吧。对我来说，最后答应这场约会，至少在今天的交流中，他给的回应是比以前清晰一点。明天还有什么那个不测风云吗？别乌鸦嘴。明天就说再来一副的话，你别乌鸦嘴，别乌鸦嘴，别乌鸦嘴，别乌鸦嘴了哈哥，别乌鸦嘴了。可能还要去跟丹琪说一下。
对，就在想他要不要跟丹琪去说。你们原本明天有约是吗？我指的说不是说那个我要跟他，就是怎么说呢？没事没事，你们的事儿不用跟我解释，我没关系。没有约，但是我觉得因为丹琪最近，我觉得他就是表达的比较明。没事。我觉得你们的事儿你可以想，然后你可以不用告诉我，我尊重你们俩的互动。就是柳柳邀约的那个过程中，我其实另外一个纠结的点就是丹琪这边怎么说，或者是怎么去处理吧。毕竟这段时间是跟丹琪一直在保持这个约会的关系，而且也明显能感觉到丹琪的心意。我喜欢你。他心里的归属还是很明确的。走吧，弟弟，手机。狗关在门外就忘了我啦。周幼玲稍微过分了点儿，狗关门口。大哥，那我呢？他叫你。我？人家都看懂了，为什么你看不懂？我经常看不懂别人做事啊。周幼玲，我真的是追着，狗在外面，怎么回事？你足见他有多开心，他有多急，你知道他有多开心？这个，抱，我也秀去，哇，他感觉整个人盛开了，盛开。你说怎么了？哇，他要去说清楚了。明天柳柳约我出去。那你出去啊。那你就出去。我知道我是出去。你不是没暗灯吗？我觉得没暗灯也是一种选择。那所以你明天约会，你期待吗？就是之前一直没约成嘛。哦，那玩得开心点，玩得开心点。丹琪是不是心寒了？你去吧。行了，结束了。够了，真的够了。够了，丹琪心应该也凉了，该止损了。弟弟。哦，柳柳给弟弟买了衣服。过来。正好，很合身。弟弟说：“你跟我换衣服干什么？你连我都忘了。”对呀，好用心啊。对。哎呀，精心装扮。喜欢真的没办法，喜欢真的没办法，你没有一点辙。喜欢上了就是喜欢上了。哇哦！
大哥，早，你是名侦探吗？哇哦哇！他今天怎么还有欧特的？可爱，都在往丹琪的身上扎刀，真的。Hello， 这个我还以为是同款衣服呢。是吧？我是说跟它有一点撞，色系有一点撞，粉很多。你俩都很粉。我走了，拜拜。拜拜，拜拜，注意安全哦。好。丹琪去上班了，姐们拼事业去了。哎，姐们拼事业了，真的，感情不行，咱就拼会儿事业也挺好。走吧，走吧。好。啊，天气真的好好啊！给弟弟放下来。我觉得可以把它放下。走，走吧。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戴墨镜吗？你预判到了。是因为就碰到这种，怎么了？谢谢谢谢，我注意一点，谢谢。我们要去哪里？他们这个约会是去干啥呢？我特别喜欢在这边吃农家乐，就是在这种情景里。我也喜欢。当时的气氛就是有点微妙吧，走，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吧，就是挺奇怪的。说实话，非常有压力，但是我会希望他不要有心理负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肯定是能进行一些比较轻松愉快的沟通。他们这个拍出来应该蛮好看的。他们应该是，我妈也会去那个，我妈是那个上海市一个中老年跳舞队，然后他们一直拿奖拿第一的。哦，很厉害。我给你看啊。这个看着也太年轻了吧。你确实挺会给。这个拍得很少女。挺会给女生拍照的。我能感受到你家庭氛围很好哎，就是你感觉你爸妈不扫兴，你也不扫兴。就是我会陪他们玩啊、吃啊，然后有时候带我妈看电影啊这种。你为啥说你跟你爸妈看电影，我也是觉得很好。虽然也不是特别多吧，但是就是隔一段时间会想到。那很好，我就是觉得这种父母很好，他不扫兴。那个车长得蛮可爱的，那辆，呼，好玩，又开上车了。这边比那边好看一点。那你之前，比如说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都是怎么认识的？也是朋友介绍？大多数朋友介绍吧，因为我没有什么工作上的能认识的。那你社交呢？比如说，也是一起玩啊什么的，还是说这种你可能就算到朋友介绍里了？算在朋友介绍里，但是出去玩认识的比较，好像没有出去玩认识谈恋爱的。你之前谈了几个人？开始问感情经历了？2个。多久？2个其实把我可能快6年就占掉了。多大的？一个大我4岁，一个大我6岁。都是谈了比他年纪大的。4、6、8。哎呦，你这还搞笑。按规律来说，下一个大8岁。他比他大8岁，所以他说4、6、8，你下一个人就是比你大8岁。换而言之，就是 it's me。你谈恋爱的时候一般是什么相处状态？我是那种谈恋爱的时候就会
有很多话想说，就是话会很密，然后就是会很事无巨细的分享的那种，所以我就可能我谈恋爱的时候就会两个人好像只会跟对，就只会跟男朋友。那如果就是真的就是事情很多或者很丰富，那也就2个人。就是我基本不会说跟一个人相处了，然后会觉得好像比较无聊，我可能需要比如说有新的朋友加入，然后一起玩。但是我就是也会跟，比如说跟他的朋友或者是我们朋友一起，这种我也会很开心。他们2个就是想要了解对方，挺好的呀。哎，我还有个比较好奇的是，那你就是你正经谈起来，你比较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或比如说你会在乎兴趣爱好一样，或者是说兴趣爱好，我觉得还好，不要特别2个人不搭的那种状态。我属于还比较能接受别人爱好的。就是你要说我非常在意哪个点吧，我可能不一定说，但是你要说我不在意吧，我要求又很多。那我想知道你会有什么要求呀？很难说，这种各种很小的细节，就是既不挑又很挑那种感觉。所以蛮想知道，就什么，比如说会在你的就是不舒服的点上。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感觉不对的话，你是会很果断的，就是离场的人吗？你觉得呢？我不知道，还不够了解。本来我以为是的。哎呀！但好像没有很果断。我都不好意思看你了，我都不好意思看你了。本来我以为是的，但是你完了，啥完了？非常在意的点，就是可能感觉对了，就是他什么都可以；如果感觉不对，就是他就是怎么都不行。这就是他的偏爱啊。那你会之前会有，比如说跟感觉不对的人，但是还就是想接触看看合不合适的时候吗？有没有？哦，那其实都还好呀。那其实大家可能都会选自己有感觉的谈恋爱呀，对吧？他应该只会选择感觉对的人，就是自己喜欢的。这个是个拍照的地方吧？我来给你拍2张。行，有人真的很喜欢给别人拍照，各种拍。再下一格。好。没事，我自己来。要不我抱着你走。
我帮你吧。要拿下来吗？嗯。拿什么？哇，是什么？给他礼物啊？嗯。哇哦！这个其实才是我准备的生日礼物。真的吗？嗯。我给他做了一条手链。之前你生日那个晚上送你的那些，是我又去逛街的时候看到，然后觉得很适合你，然后觉得可以一起送给你。然后我在你生日那天，我就在我的行李里一直找不到这个东西。嗯。然后第二天我回去又很奇迹般的找到了。然后本来是想说当天要给你的，但是当时不是有一点事情，然后就没给成。哎呀，我找到了！我找到我要送你的东西了。那你昨天没送吗？送了。哎呀，昨天没找到，今天找到了。哎，别这样吧。可是我话不是没有说完呢。算了。哦，他想这个时候送给他的吗？难道是？命定也是命定。这是马吗？嗯。你不是之前一直说你想去骑马，然后你又是属马的，然后觉得这个就很适合你。先带进去。嗯。戳到了周哥的心巴上。周哥不行了。可以。我觉得很适合你的气质。谢谢。没事。在海南其实变化挺大的。我觉得今天很开心，然后跟我想的很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我其实邀约你之前我就很忐忑嘛，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不太想跟我出来玩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如果你答应出来了，可能我们也不会聊前面聊的那些，可能更多的就是聊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很轻松的事情，就是没有想到说还有机会可以了解你。那了解怎么样呢？挺好的呀，我觉得比我们之前可能都更放松，然后确实像你说的，可能出来玩就是可以更自然的聊这些。我是很多事情是只会和对象说的那种。你会比较放下戒备的去跟对象说。对对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你说，我就很看重沟通，我就很希望两个人能聊到一起去。所以你觉得今天出来有聊开一些心结吗？我觉得出来了就已经没有什么心结了。那很好。哎呀，话总好坦然。是的。其实当你喊我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好了。对，我已经完全放下。烟消云散了。之前对他好感度的降低，可能是因为一些他的想法和选择上的一些问题，但是今天可能就是在这方面慢慢的淡化了。通过今天的约会，我觉得跟柳柳交流啊，或者跟他的喜好啊、吃的、喝的，就是这些爱好，或者说平时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还挺同步的。你昨天你不是说你带那个生腌回来吗？带那个酱蟹，我眼睛一下就亮了。因为我朋友很多都不吃，就是这种生腌酱蟹，我每次都是自己吃。我觉得特别是内脏类的东西，我很喜欢吃那个，就是什么大肠、猪肝、腰花这种东西，他们都不吃。我吃，我可爱了。猪脑呢？猪脑我吃啊，我吃。最近上海也很火嘛，就是宁波菜。我爱吃。然后我最近就一直在吃，我把上海基本上。我也
也是，基本上有名的几家都吃掉。我也是，我很喜欢吃宁国泰。就今天深入的交流下来，一些感受还是很心动的。哇，他的眼睛都不离开他的。昨天柳柳约我出去的时候挺诧异的，在海南那几天跟他已经断开了，就是我说那我在里面等你，然后我进去等你的时候，你就跟李真去聊天了。在我们的关系里有犹豫和退缩的部分，所以只剩我了，跟我约到一半，然后出去约别人。最后一次跟柳柳聊完，就是我跟他的整个感情的一些观念啊，或者是行为想法都不太一致，所以最后还是选择放弃这段跟柳柳的关系。但是就是结束关系的那几天，心里还是会有点波澜吧。大哥今天看起来这么 emo 呢？柳柳咋？他不舒服对吧？姨妈第2天。就虽然两个人见面不说话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可能有时候还是会偷偷观察一下。他特别在意的。对。可能生理性的喜欢也没有说一下子就能抹去。他就是喜欢。你好，我是柳柳。那香水香吗？什么香水？就是这个蓝色小狗。这么可爱的画风，柳柳，就是还是会把柳柳一直排在第一位吧。我愿意向他迈出99步。哎呀，他只要迈出1步就好。我是不喜欢所有玩偶类的东西。哦，我给你点了一个喝的，还有一个温度计。明天我们出去玩吗？来，过来。我不要。那你会冷吗？不冷，我特地穿了2件厚的。那我给你对吧？好。有看到柳柳吗？柳柳刚刚在这吗？哎，不行，我得去找一下柳柳。柳柳。Hello。聊一下吗？所以我觉得柳柳来约我出去约会去了解，心底隐隐的是有开心的。你可不隐隐的，我都看出来了。我觉得我就是可能就比较轴吧，可能从见他第一眼的选择吧，就是我还是可能比较在意这个第一眼。第一眼就认定了，对，一以贯之。啊，他已经披上他的衣服了。干嘛？干嘛？没干嘛。没干嘛，撒娇了。他夹起来了，你是干嘛？没干嘛？干什么？我会害羞。跟我换位啊？我会害羞。我会害羞。为什么？不好意思。哇，我觉得有事儿。冷吗？你冷吗？你低头干嘛？那你转过来呀。不转。你是不是觉得逗我很好玩？不许逗我了。我踹你一脚。哎呦，他们那个拉扯的氛围还是有，拉扯真的还是有很浓烈的。干嘛？没干嘛。看看。不要看，我现在肯定卡粉什么的。没事，我散光看不出来。挺好。真挺好。挺好的。
挺好，挺好。大哥呢？大哥不是今天也没事吗？大哥今天去跟柳柳出去了。哦，对。丹琪也回去了是吗？嗯。必有一波剧透。你这种讲话真的有点搞笑。必有一波瓜。都是这么好。回来了。哇！你都拿了吗？拿了。啊！好搞笑！我前面上车的时候已经给你头遮了一下了。你帮我遮了一下。我就怕你撞到头。放门口了。拿外卖吗？嗯，我给你带呢。你不脖子疼吗？就是昨天睡觉有点落枕，然后今天头低不下来。给他订好了药，你去贴一片吧。我说你现在去贴一片吧。帮我贴。可以，你坐上，慢慢的。你帮我贴，他们贴膏药。我捏一下啊，但他刚刚给你捏红了这块。就我2个手指这里。哦，这一片，这一片。开看，开吃瓜。有点凉啊。你贴完一下。再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啊，这里不是吗？来，都在吃瓜。一线吃瓜。不谈恋爱看别人也挺好玩的。爱我还是他？哎呦，他怎么心里这你这是？咋了？我有点落枕，脖子转不了了。Hello， 来啦 ！Hello，Hello，Hello。哦。我好困啊！累了是吗？几点回来了？快点的挺好的。没回来多久，半小时吧。9点多。就10点，像快10点，9点多。天哪，丹琪就在这看着，他坐在他们对面。对呀。我吃一下小文给我给大家点的这个。这个好吃，这个好好吃。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卤味的一个结。可是这是豆腐是不是？对啊。豆腐我不吃。稍微我确实吃豆腐。哦，你今天说你不喝豆腐。维度对豆制品我都不吃。当前结果是。走吧。走吗？我们走吗？好尴尬。哎呀。丹琪沉默了。所以在刚刚的其实约会的过程当中，可能我觉得周总的脸已经控制不住了，心里已经开花了，我估计。喜欢了就是喜欢了。对，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特别好玩。就是刚刚那个季宇不是邀请那个慧慧去泰式按摩嘛？林李正肯定是吃醋的。对。我们现场玩一个这个，哇！因为我觉得这很可爱。对象和异性的关系，你能忍到几集？哦，你看第1集见面打招呼，操，这就生气，这就不行啊！他得生在女儿国。第2个有联系方式，没有人举手。第3个偶尔的关心，没事没事儿。经常约着打游戏，已经开始生气了。这个也生气。是我打得不好吗？因为打游戏其实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举动，因为打游戏亲密啥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哪亲密了？因为大部分游戏都是要互相闯关，互相闯关这件事情是非常亲密的一件事情。偶尔打一次没有，我经常的话，经常一起打俄罗斯方块也不可以啊，那没有关系啊。谁经常约这个我就吃醋了，他俩宁愿约着打俄罗斯方块也要在一起。对啊，这么无聊怎么在一起？他俩如果在一起打那种好玩的游戏，我觉得是因为喜欢游戏；如果打俄罗斯方块，他们就喜欢彼此。
就是打游戏这件事情，它如果没有什么任何言语都无所谓，它主要是潜移默化的两个人共同闯关，慢慢的就会建联，就会有一些相互对彼此的了解、习惯，同时也会有一些安全感的建立，因为都会需要互相去对抗对方。当两个人经常互相对抗对方的时候，那就开始对抗我了，就开始打着打着就站到我队里面去了。接下来第5集，记得对方生日并且互送礼物。这个太简单，这个无所谓。我觉得这个得放在第4集。对，这个放第4个。单独约吃饭看电影，约吃饭可以，看电影。除了工作关系，比如说我们俩都是做电影评论，否则两个人单独看电影，那电影院就是个情侣场景啊。对，喝醉了给他打电话。哎呦我的妈呀！一起合租，一起合租，你们在挑战人类底线了。最后一个叫做单独一起旅行，你们当我们是瞎啦？是这个世界颠了还是我颠了？我第一条我都不接受，见面打什么招呼？打招呼也不行，不行，打什么招呼啊？见面不打招呼也很有问题。见面，比如说咱俩出去过，你见面，来你见面。有问题，有问题。这个我会好好查的，彻查，这个必须要彻查。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你们在看节目的人测这个题的时候，不要跟你的伴侣一起看这个，他们一定会真的打起来。爱情不要检测。对。但你一旦走到深层关系，请记得这些东西都是你需要去了解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重要的，不要去忽略这些对你长远关系的影响。今天的内容和信息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海岛的抉择其实是落下帷幕了。那嘉宾的感情我们也看到了，有非常多组都有了一些关键的转折。对，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能否可以跨过这个阻碍，继续守护住那份心意。所以我们也期待之后的半熟故事。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亮。本节目由潘婷盛泰炮弹洗护冠名播出，让我们下期再见哦。这一次来厦门属于是邻里证探索之旅，带老婆孩子回家。哎呀，这才对呢，他好会哦。你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温度。当时就觉得好喜欢他，他喜欢他。Hello。你现在这么下班吗？对啊。没有人不喜欢被接下班。想去嘉兴走走，见见我妈妈。见丈母娘。这2年你们谈的也挺稳了，我们就奔着结婚去了。你怎么考虑？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很现实的问题。单钱。哦，我不敢听。我无法接受，但是好难受，好难受哦。如果已经确定，请按下按钮。我可以看到他们按灯哎。你今天要按吗？完了就是心跳。他拍完了对吧？是拍了。如果还是像之前那样子很不明确，我觉得就。他是没拍吗？不知道有没有拍。啊，氮气哭了。Oh my god！ 整不明白了已经。帅，成语大师嘛，这不纯粹。你是 DJ 吗？你们还鬼畜生吗？塔塔是不是唯一一次哭就是在这里？我现在这种时候就很喜欢发呆。我把这个往后挪，我做条件。如果你可以把北京站搬来上海就好。北京和上海中间隔了个什么？欢迎一下新来小屋的2位负责。我一进来就很熟悉，没有什么陌生感。回家了。还像一个傻逼狗。爱吧。我给他整个爱情披萨。好。
上微博进入半熟恋人话题页，与半熟观察团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获取半熟小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五官后感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6月1日起 ，SVIP 每周1、周2中午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抢先看1周。每周3、12点 ，SVIP 提前看超前彩蛋。周4加更，周5陪看，周6、周日精彩花絮轮番放送，高能不断，课堂不停。